你知道吗？微软其实还做过手机系统，而且它不是随便试试。在 iPhone 发布之前，微软的上一代手机系统 Windows Mobile 一度拿下美国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 42% 的份额，也就是说，在智能手机革命爆发前，微软不是局外人，它曾经是牌桌上的大玩家。可几年后，微软推倒重来，做了一套全新的手机系统，叫 Windows Phone。它不是某一款手机，而是微软亲自打造的移动操作系统。目标很简单，在 iPhone 和 Android 之外，抢下第三个智能手机世界。这个目标听起来一点都不离谱，因为它背后是微软，那个拥有 Windows Office、全球企业客户和10几亿电脑用户的微软。后来，它还拉上了曾经的手机霸主诺基亚，但结果非常惨。微软投入超过100亿美元研发费用，又花54亿欧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，最后却连第3名都没守住。2017年，微软承认不再为 Windows Phone 开发新功能和新硬件。2019年 ，Windows 10 Mobile 正式停止支持。那问题来了，微软这么有钱，诺基亚这么会做手机， Windows Phone 为什么还是死了？微软很早入场，却很晚醒来。Windows Mobile 的 42% 不是凭空来的，这个份额来自微软更早的移动布局。那时候微软的想法很直白，既然 Windows 在电脑上这么成功，那手机也应该像一台缩小版 Windows 电脑。但问题也出在这里， Windows Mobile 太像电脑了，开始菜单、文件浏览器、触控笔，层层菜单，全被塞进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。它不是给普通消费者设计的，更像是给 IT 管理员和电子产品爱好者设计的。然后2007年 iPhone 来了，乔布斯拿出一块没有键盘的大屏手机，用手指滑动，点按缩放，手机不再是迷你电脑，而成了随身互联网入口。这一下，微软内部慌了，一派人认为 Windows Mobile 必须推倒重来，另一派人认为我们还有 42% 的市场份额，为什么要重做？于是微软开始开会，争论，拉扯。而在他们争论的时候，苹果推出 App Store， Google 推出 Android， 智能手机世界正在换地图，微软还在讨论旧地图要不要折起来。等到2010年，微软终于推出 Windows Phone 7，距离 iPhone 发布已经过去3年，在消费电子行业，3年不是一点点迟到，3年足够让一个新世界把城墙都修起来。Windows Phone 不是没经验过，不过 Windows Phone 刚出来的时候，并不是没人看好。当时 iPhone 和 Android 的主屏幕基本都是一排排 APP 图标，你想看什么就先点开对应的 APP， 但 Windows Phone 不一样，它的主屏幕是一块块会变化的彩色磁贴，天气、邮件、日程、联系人动态直接显示在主屏幕上，你不用打开 APP 就能看到最新信息。这个设计在当时非常大胆，它不问你要打开哪个 APP， 而是问你现在最需要看到什么信息。所以 Windows Phone 不是没有想法，它甚至有点超前。真正让它看起来有机会的是诺基亚的加入。2011年，诺基亚宣布放弃老系统 Symbian， 全面转向 Windows Phone。这个消息当时非常震撼，因为诺基亚曾经是全球手机霸主，只是到了智能手机时代，已经被 iPhone 和 Android 逼得节节后退。于是微软提供系统，诺基亚负责手机。这个联盟推出的主力手机系列就叫 Lumia， 它更像是 Windows Phone 最重要的实体化身。如果 Lumia 成功， Windows Phone 就有机会成功；如果 Lumia 失败，微软的手机梦也会跟着沉下去。那几年 Lumia 系列确实让人看到过希望。Lumia 920的无线充电和光学防抖， Lumia 1020的4100万像素摄像头，在当时都很惊艳。2013年 Lumia 系列卖出超过3000万台，市场不是没兴趣，也就是说 Windows Phone 有设计，有硬件，也有一批忠实用户，可问题是喜欢的人不够多，而在手机系统这个战场上，不够多就是致命伤。第一个坑，漂亮系统救不了空荡荡的 APP 商店。Windows Phone 的第一个大问题是 App 生态长不起来。2010年之后，智能手机已经不只是买硬件，也不是只买系统，真正决定用户留下来的是 APP。你刚买了一台 Lumia， 系统很漂亮，动画很顺，
结果朋友给你发来一个新 APP 链接，你点开一看，只有 iOS 和 Android， 大家都在用某个社交软件、某个滤镜、某个游戏，你只能在旁边问一句 Windows Phone 版什么时候出？有些 APP 没有 Windows Phone 版本，有些 APP 虽然有，但更新慢，功能少，体验差。Windows Phone 用户永远像是在等下一班车，开发者为什么不来？答案很现实，不划算。一个团队给 iOS 做一版，给 Android 做一版，已经很累了。现在你让他们再给一个市场份额不到 5% 的平台做第3版，还要长期维护。老板打开 Excel 一算，第一反应就是不划算。微软当然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开始砸钱，请开发者给 Windows Phone 做 APP。但 APP 生态不是请几个明星嘉宾就能办起来的演唱会，你需要的是整片森林。于是一个死亡螺旋出现了，用户少，所以开发者不来，开发者不来，所以 APP 少， APP 少，所以用户更不买。手机系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创意，而是没有人愿意每天为它补货。第二个坑，微软伤了最早相信它的人。如果只是 APP 少， Windows Phone 也许还可以慢慢补，但微软很快又做了一件伤害早期用户的事， Windows Phone 7设备不能升级到 Windows Phone 8。2012年，微软发布 Windows Phone 8，新系统更成熟，也更接近微软未来想要的方向。但问题是，它换用了新的 Windows NT 内核，从技术上讲，这个选择有道理。微软希望手机系统能和桌面 Windows 共享更多底层架构，这对未来很重要。但从用户角度看，这就很难受了。想象一下，你在2012年上半年刚买了一台 Lumia 900，它刚被当成 Windows Phone 阵营的重要旗舰宣传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微软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你这台设备不能升级到下一代系统。微软后来给这些老设备准备了 Windows Phone 7.8 更新，但所有人都知道 7.8 不是8，你没有登上下一艘船，只是被递了一张安慰票。一个新平台最宝贵的不是广告，也不是发布会，而是第一批愿意相信它的人。结果微软这一刀刚好砍在最愿意支持它的人身上。技术理由可以很充分，但感情账户已经扣光了。第三个坑， Android 把规则改成了免费。接下来更大的麻烦来了， Android 改写了手机系统的商业规则。 Google 对 Android 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狠的策略，免费授权。三星、HTC、LG、华为、小米都可以使用 Android， 手机厂商不用从零开发系统，也不用交系统授权费，只要适配 Android 就能快速推出智能手机。而微软最初对 Windows Phone 是收费授权的，每台设备大约15到30美元。站在手机厂商的角度，左边是免费的 Android APP 越来越多，厂商越来越多，右边是收费的 Windows Phone， APP 少，用户少，还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起来。你可以想象一场手机厂商内部的新品会，产品经理拿着方案，财务盯着成本表，老板只问一句，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个用户更少， APP 更少，还要付授权费的系统赌一把？这道选择题不需要 MBA。 更关键的是， Android 的免费策略把手机系统变成了入口生意。 Google 不靠系统授权赚钱，它靠搜索、广告、服务和生态赚钱。微软的问题在于，它太习惯旧软件时代的赚钱方式了。过去的微软靠 Windows 授权、Office 授权活得很好，它很难立刻接受操作系统本身可以免费，真正的钱在后面的服务和生态里。所以 Windows Phone 面对的不只是 iPhone 和 Android 两个对手，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换规则的时代。微软成功了，但 Windows Phone 没有。最讽刺的地方是，微软最后不是没有在移动时代成功，它成功了，只不过成功的不是 Windows Phone。 2014年，萨提亚·纳德拉接任微软 CEO， 他提出的战略叫移动优先、云优先，听起来好像对 Windows Phone 是好消息，对吧？但注意，他说的是移动优先，不是 Windows Phone 优先。纳德拉真正想做的是让 Office、Outlook、OneDrive、Skype 以及后来的 Microsoft 365、Edge Copilot 都在 iOS 和 Android 上变得好用。换句话说，微软不再坚持让所有人使用微软的手机系统，而是让所有手机都使用微软的服务。今天你可以在 iPhone 上用 Outlook，
可以在 Android 上用 OneDrive， 可以在任何系统上登录 Microsoft 365。微软依然进入了移动互联网，只是它不再需要 Windows Phone 这张门票。从微软公司的角度看，这是一次漂亮转身，但从 Windows Phone 的角度看，这就像亲爹终于想明白了人生方向，然后发现这个方向里没有你。微软救了自己，但没有救 Windows Phone。真正的教训不是没资源，是站错了时代。到了2017年，故事基本结束，微软公开表示会继续支持 Windows Phone 平台，但开发新功能和新硬件已经不再是重点。这句话说得很委婉，但意思很清楚，不会再救了。2019年12月10日，微软正式终止 Windows 10 Mobile 的最终支持，没有新的安全更新，没有新的系统未来， Windows Phone 正式退场。可退场不代表毫无痕迹，它的动态磁贴让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信息可以直接注在主屏幕上，它的 Metro 设计语言也影响了后来微软自己的产品界面。所以 Windows Phone 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一个完全没才华的失败者，它更像一个方向感很好的选手，却发现自己迟到了3年，队友没到齐，规则还变了。回头看 Windows Phone 的故事，它不是输在没钱、没技术、没品牌。微软加诺基亚这个组合放在当时已经够豪华了，它真正输在3件事。第一，来得太晚， iPhone 和 Android 已经把移动互联网的规则写好了，微软才刚开始认真重做手机系统。第二，生态太弱，手机系统不是单机产品，它需要开发者、厂商、用户一起滚雪球， Windows Phone 的雪球没滚起来。第三，微软的旧成功太强， Windows 和 Office 让微软成为巨头，也让它很难放下 PC 时代的思维。这就是很多巨头最危险的地方，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他们是太有过去，过去越成功，越容易把未来看成过去的延伸。可真正的时代转折，从来不是旧题目的加分题，而是一张新试卷。这场失败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道理，拥有所有资源，不代表你站在正确的时代里。更准确的说，微软不是输在没进场，而是输在太相信上一张入场券。那么，你用过 Windows Phone 或 Lumia 手机吗？如果你没用过，也可以聊聊，你还记得哪个看起来很超前，但最后没活下来的科技产品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